男嘉宾聂先生45岁，来自山东技术管理；女嘉宾李女士38岁，来自山东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你好，主持人。听这个小片里的意思是，妻子觉得丈夫跟前妻纠葛不清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当初为什么离异呢？当初就想生个儿子，结果前妻给我生了个女儿，我就找了很多借口，然后和她办理离婚手续。其实我很愧疚她母女俩的。现在的婚姻里是有儿子是吧？是。对儿子好。对儿子不好，他心里只有女儿。不是要生儿子吗？生了儿子怎么只有女儿了呢？生儿子他还是一直和他前妻联系，什么事情都拿他女儿当借口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儿子要个东西吧，他催三阻四，他都说不行，不给买。有一次他在家里拿了300块钱，他说去买水果，结果他回到家的时候什么都没买来。主持人，那次是女儿过生日，他妈妈说的，说孩子现在正学习比较紧张，需要加点营养，我300块钱就花完了。那女儿需要长身体，儿子不需要长身体吗？你的心里只有你的前妻和你的女儿，根本没有这个家，也没有儿子。就是在你的心里，他对儿子不好，是吧？是。你们家谁管钱呀？我们家他一直在外地，他挣的钱他不给我，我自己弄一个小店，都是我自己养孩子。就你们家的钱是他挣，是吧？你挣的钱都给谁了呢？他挣的钱都给他前妻了。我问他要问儿子交生活费，他都说没有没有。那次我看了他的转账记录，都转给他前妻了，哪还有钱转给我们呀？他根本心里没有这个家。你看主持人，我这个年纪，这个生活压力真的很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。那次是因为女儿刚考高中嘛，需要点钱，那次叫她看到了。你总是都有借口，每次说到你前妻和女都是借口。想过儿子吗？行，我问问啊，你们为啥还两地分居呢？不在一起生活？因为我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嘛，因为之前的婚姻我把正式工作辞了，现在是靠打工维持生活。我一天不打工就没有收入。但是还想把生活过得好一点，所以都去的打工的地点比较远。对，但是你挣这钱，你不是也没给妻子吗？因为我之前那个婚姻，感觉到愧疚我的前妻和女儿的。我前妻她一个人，为了孩子的成长，也没有再婚。她每次联系的时候，她都在指责我，说我毁了她的一生。所以说我现在我就只能这些都是借口，知道吗？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不要拿这个当借口。你现在给这个前妻和闺女给多少钱一个月？平均就是3000块钱吧。他当时离婚的时候，每个月的给说的生活费是700，现在是10倍都有。他一个月8000多的工资。是吗？是的，都。就说你现在一个月收入有7000块钱是要给前妻和女儿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你的说法是我在还债，是这意思吧？我总感觉到他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这个家。所以你的逻辑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？就是妻子现在管他和儿子，是吧？维持你们现在的家。你在打工挣钱是养前妻和女儿，是这意思吗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希望给他点压力，他要不然他老乱花钱。不是你给他啥压力呀？行吧，咱们接着问哈，这个你一个月跟闺女见几次面啊？我远嘛，1000多公里，我一年才能回家一次。就是1年见一次女儿。我前妻对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很烦，我都5、6年没有见我女儿。就给钱是吧？对，光管。那个儿子呢？儿子多久见一回？儿子他不在家也不见呀，他心里只想亏欠女儿的，他想没想亏欠儿子的，亏欠这个家。你是这一家之主，我不是不让你抚养女儿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生活范围之内，你也要考虑考虑儿子是不是？还2个儿子，跟不是1个儿子。生了俩你们？对呀。老大多大？老大10岁。老二呢？老二7岁。所以他跟儿子亲吗？他跟儿子不亲。主持人，你看他平常在家里就教育孩子，说我这不好那不好。现在我们在家里拌2次嘴，儿子都是攥着拳头瞪着眼，指着门让我滚。你说我还是一家之主吗？并不是我教说的，爸爸做了什么他都知道，看到妈妈辛苦，不是我说的。等于那你其实也没有尽这个责任嘛，是吧？也不回家，是不是？也不挣钱，也是经济上没办法。那等于儿子和媳妇没有经济没有办法，你跟你前妻和你女儿有办法，儿子就没有办法吗？你根本都没想过儿子和这个家。对你好吗？对我不好。那你跟儿子多久见一回啊？儿子和他一块生活嘛，他想我了，然后就去坐火车去找我，我那个地点他都知道的。带着孩子去吗？对。
哦，这个1年能见几回啊？就是放假的时候才去，就像马上就要放假了嘛，2个月的放假期，我就带他们见一次。哦，就是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在路上很辛苦的，就是为了想让孩子去见见爸爸。哦，寒暑假的时候带去是吧？那你不想吗？想，我现在咱社会发展也行嘛，想了就叫视频一下。孩子老大上学了吧？老大上学了。老二是不是也该上学了？就因为这个上学是在前2天又吵了嘛，他非得叫二儿子上私立学校。我说咱这个条件又不好，收入也不高，一个学期才1000，你1个月给你女儿打够我儿子上1年的学了，你想过吗？他老从小给他受到好的教育不好吗？等于聂先生现在承认说自己挣的所有的钱，其实都供女儿读书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大多数。所以对现在的这个家庭，并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义务，是这意思吧？现在等于您一个人带着2个儿子在生活，对吧？对。严格意义上说，您好像也像一个单身妈妈一样，对吧？因为老公也不在身边嘛，就是生活上是没有关照的，经济上是没有支持的，是这意思吧？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儿啊？如果是他能听我的，在生活上稍微节俭一点啊。你指的稍微节俭点是指什么？儿子要什么他就买什么。现在家里到处都是玩具，我收拾卫生还得很麻烦的。你不是也不常在家吗？我就是每次回家以后看到他这种行为就产生反感。儿子得不到父爱，我是又当爸又当妈的。您现在1个月收入方便说吗？我现在自己经营了一个小店，1个月也就算能够供上儿子的吧，省吃俭用。大概多少钱？方便说吗？6、7千块钱吧，1个月。也就是说，您这边6、7千块钱是母子3个人生活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你那边给闺女1个月给7000，没听错哈。所以养女儿1个人的钱，在现在妻子的心里面，就等于你这一笔钱就养活我们这一家人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而你却说让他再节省一点，是这意思吗？其实主持人他说的不真实，他靠小店他1个月都1万多块钱的。他1个月就10万块钱，你也要养儿子呀？那是我辛苦挣的呀，对，儿子和女儿都是你的嘛。哎，咱们这么说这件事儿，今天是您想来对吧？想来的目的是什么？离婚。是我想来的。离婚。主持人你想来啊？对，因为他要跟你离婚是吧？对，因为我这个年龄也不能折腾了嘛，我不想离婚。那是你的事儿嘛，人家想离婚，咱们假设啊，就是今天老师们也没说好你们，这妻子就是跟你离婚了，那2个儿子的抚养费你要给吗？给。1个月你看给多少钱的抚养费可以呢？1个月3、4千块钱嘛。俩儿子3、4千。这负担很重嘛，那就赶紧给人家，不就不离了吗？那他还是不节俭，我感觉到我不是这跟节俭不节俭没关系。他给不给我都和他离。我很好奇啊，就这种生活状态维持了多久啊？10多年了。10多年。你就这么忍着10多年啊？那为什么不谈这件事儿呢？是你嫁给他之后，实际上面他就一直没有给你家用是吗？是。其实我平常对他也很好的，他就是这个毛病。不是你都不在人身边，你们俩分居有多少年？得有10年了。等于大儿子的成长你一直也不在身边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大儿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。那你干嘛还给他生老二啊？是无意中怀孕的。我这个人情愿自己受点苦，我不想让孩子成为单亲家庭。那也就是说，等于你们俩这个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10年异地是这意思吧？2地分居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然后丈夫是既不管儿子也不给家用，是这意思吧？给的少一点。不是你这10年你干嘛了呢？因为给女儿那边弥补的多一点，钱就花的。不，你觉得愧疚在哪儿啊？愧疚是离婚就是我的原因。现在他母亲就是没有再婚。那这个呢？这10多年呢，确实是有他的陪伴，他为这个家庭做的很多。我真的很谢谢他。上了节目以后，我就尽量的不外出打工，在家附近找一个固定的工作，然后抽出时间来陪他和孩子。哎呀，反正就这世界上的好事都给你占了呗。所以说他跟他前妻纠缠不清，我不想和他过了。所以对于你现在来说，你在心里纠结的是说，他的情感没有完全放在你和家的身上，是吧？这个人连基本的爱都没给你，是这意思吗？行吧，各位老师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聂先生，您这理论就是现在这个妻子她有工作的能力，有挣钱的能力，那你活该。你既然有这个能力，你就自己去养活孩子，然后你还不能过度浪费在孩子身上。人家自己挣的钱，我挣1万，我愿意给儿子花1万，我就花1万。我自己挣的钱，我自己的儿子。然后你说对这个前妻亏欠，对女儿亏欠，那现在这个妻子和2个儿子呢，当什么呀？现在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吗？这现在是完整的家吗？连钱都没有。对，钱也不见，人也不见。合着就是一纸结婚证是弥补他们娘儿仨的缺憾是吗？就这一个证就够了是吗？这个女人就不用管了，儿子也跟您没关系。那您觉得未来这儿子认您吗？你辜负了一个又一个。我一直说人应该善良一点，你不能那边给前妻7000块钱，这边1分钱不给，这对比差距有点太大了吧？你觉得那边亏欠女儿了，这边不亏欠儿子吗？那边女儿过生日，或者说女儿长身体要补点营养，这边就觉得儿子开销有点太大了。我觉得您现在要做的不是说弥补谁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先弄清楚你现在的责任是什么。你那边已经亏欠了，你不能再让2个孩子没有爸爸。你已经让一个女儿没有爸爸了，你再让2个儿子没有爸爸，你造了多少孽呀？妻子，我想说的是什么？10年了，她为什么一直能够这样肆无忌惮的对你和孩子这样？就是因为你太能忍让了。一度的忍让就会使自己变得特别的懦弱，一度的强悍就会让别人欺负到你的头上。因为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挣钱，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养活孩子，我什么都不用管你，你这个女人很强，所以我不用管你。已经是这样了，现在和离开分开有什么区别呢？已经给孩子造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家了，10年的分居所以没有意义再纠缠了，好吧？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来，曲总。你现在的妻子的这种交流来看，我觉得你们之间没有一点感情。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是顶梁柱，但是请问，除了你使这个女人怀孕，其他你还做什么？没有。10多年，然后1年见一次孩子，每次见还是女方带着孩子去找你。我想不出来你为什么做人这么冷酷。我觉得现在可能你需要想清楚的事情，10年前你做了错事，就是你和可能是你的真爱离婚了。我相信那可能是你真正付出的一段经历，这个感情付出了，别人你也不会去给了。你把你所有的补偿全都补偿在过去的那段日子。其实你这么做很纠结，而这种纠结导致了你拖累了2个女人。如果说你早认识到自己再次结婚是一个错误的话，其实你不应该折磨这个女人10多年，导致了女人哭你无动于衷，儿子对你冷漠相对，其实你心里还是也很悲哀的。现在唯一我给你的规劝就是，第一，你真正的理清楚2段感情，哪一段是你真实的那感情付出，可能是上一段，如何补偿你自己去想。但关键这一段如何妥善的了结，并且承担起你应该承担的责任，从法律意义上来说，不是感情。我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一种补偿方式，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那份感情，否则你真是里外不是人，明白吗？而女人呢，做了10年的梦，梦应该早就醒了。梦之所以不醒，是因为梦中人不想醒。你始终在自我催眠、自我欺骗，说有可能让这么一个失位的家庭再回来，没有用的，因为他对你没有感情，明白吗？尽早认识现实，其实他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强项，你是独立的女人，并且你是有责任感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是有权利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的。这种家庭已经名存实亡了，这种家庭的模式存在对孩子一点好处没有。我希望你尽快的脱离出来，也是要尽早的做一个了断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，你是不是对前妻余情未了？我是余情未了，但是他很绝情，没有可能。我想问你的是，女士
难道这10几年你就没有发现？发现，是的。别人都说钱在哪，心在哪，他的钱就在他前妻那，他的心肯定也在他前妻那。所以其实你心里是早就知道的。对，就像这位老师说的，我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，我不想让孩子成为单亲家庭，但是这个局面已经是单亲家庭了。就像这位老师说的，你一直在梦里不想醒。你不觉得你这样去做事情做人太过分了吗？我看到这个本子里边说，甚至在儿子发高烧的时候，他都接到一个电话就走了。对，我的店刚忙完，我回到家里，我一看我儿子发烧39度多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打了好多电话，他今天陪他前妻去练车了。儿子有的时候孩子也没发烧嘛，他躺床上，我以为他困了呢。他发不发烧，他一个人在家，你能放心吗？你是他的父亲。其实先生，我觉得啊，10几年对于一个人，尤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你这做的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吗？你对前妻不义，对现任妻子不忠，不忠不义，说的就是你。我不相信你的女儿将来会对你好，我也不相信你的儿子将来会孝顺你。孩子都知道，他们是最敏感的。你不怕你做这些事情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爱情也得不到，亲情也没有。人不能活得太自私，自私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是残忍。你残忍地对待2个女人，残忍地对待3个孩子。我觉得现在不算太晚，如果你真的这个心全在前妻身上，请放他们娘仨，你去对那边负好责任，这边该给生活费，该给抚养费给到，也算你是个爷们儿。或者你珍惜眼前人，不用过去自己犯的错误，用现在的妻子来弥补。你回到这个家庭，好好爱儿子，3个孩子同一对待水准，不会厚此薄彼，照顾好新的家庭，好好爱新的妻子，也算一个男人。所以选择在你。女士，我想简单的说2句啊，你的这种依赖和软弱，其实和其他经济不独立的女生在某种层面上是类似的。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情感上独立起来，我们再遇到一个人，或者这个人愿意回头，我们彼此依赖，但是我情感上是独立的，我随时做好准备，没有你我可以过得很好，没有你孩子们一点不会差，好吗？好，你们自己做决定吧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如果前妻再婚了，你还会有那么愧疚吗？如果前妻再婚了，他不会有那么愧疚，所以你也没有那么爱前妻。如果前妻一旦答应了跟你复合，你是不是马上跟他离婚？那现在前妻也不愿意跟你复婚，这边也不愿意跟你过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所以说我只知道哪里挣钱多到哪里去挣钱，那到头来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是吗？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那个老师说的，可能我的从开始的那个想法都是一个自私的想法。我觉得你不是自私的想法，你最大的问题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世上2种悲剧，一种是得不到难受，一种是得到了不过如此。现在前期日子过得好了，人家没有你过得很好，这会儿你觉得哎呀他没有我他活得那么好。我告诉你，前妻不再婚不是因为爱着你，是因为孩子跟你没关系，别自作多情了，明不明白？人家自己一个人过得好，自己独立的带孩子，人家不是因为你不再婚。所以你不要再自作多情，你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，想找一个又找到了一个，而且经济条件还不错，说生了2孩子，得到的太容易，反而不珍惜。但到头来，如果你要是一旦离婚，
这一家和那一家都会过得不错，你什么也不是，无家可回，所以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其实我建议你现在最需要做的，去挣钱，负起做父亲的责任。你别再耽误别人了，你别耽误他，你也别耽误前妻。你如果还想获得一份孩子对你的尊重，你现在只称得起一个责任，就是父亲的责任。努力的抚养起3个孩子，而且3个孩子要1碗水端平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对于女生来说的话，都听得明明白白，咱们也就不做这样的指望。咱们不做什么指望呢？就是她还能回头做一个好丈夫。咱们只能指望她还有基本的良知，能够对孩子负责任。事已至此，已经没有办法，你还可以寻找自己的幸福。就当是梦一场，醒过来算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其实最让我心里觉得难受是你，为什么这10年压根儿不是一种正常的婚姻关系，你坚守了？不仅如此，你给他生了一个，你还给他生了第2个孩子。因为我那种守旧的观念，我发现我婚姻有巨大的问题，我为了说的好听，为了所谓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我把这婚姻守下来了。这个悲剧怎么收场？大概有一个原则，是4位老师都给到的一个原则，本着以对3个小朋友最有利的原则来处理这一场人生闹剧。你们自己考虑，是过在一起尽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，还是说其实我也给不了，因为我心不在，这次别再骗自己，别再骗任何人，那我踏踏实实就做一个尽父亲的责任，给别人自由。听清楚了，我们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。其实这10年来风风雨雨，我们过来真的不容易，你为这个家付出的真的很多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感受在心里。我希望我们俩共同同心协力的承担起抚养我们孩子的责任。我跟了你10多年，我真的非常的委屈。我一个女人带2个孩子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你如果观念不改的话，这种悲剧是会上演。请大家看到哈，如果你发现你婚姻当中有巨大的问题，另一半根本没有把这一段婚姻当成一段婚姻，请你勇敢的选择离开这段婚姻，因为你还有你更美丽的人生，而不是选择跟一个对婚姻完全不负责任的人，只把婚姻作为自己的需要和包裹的一个所谓的城堡或者标签的人，一直痛苦的生活下去。那充电宝是你放的，啥意思啊？我一直以来就是他的充电宝。哦，充电宝也有没电的时候，我现在不想给他充电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你那什么呀？因为从我们俩接触的时候，他都希望我把工资卡交给他。我想在这个时刻，我把工资卡交给他，以后都由他来管理。里面还有钱吗？里面有1万多块钱，我10多年前就承诺的给他买一个戒指，如果他能不和我离婚的话，我就到商场给他买个戒指，兑现我给他承诺。我不要，我不需要他那个戒指，能买得起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哎呀，请关门。哎呀，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意。
起。好不好？若解释都已经行了，来不及。给人自由，好好做个爹吧，努力工作吧。谢谢你，秦晖。我忽略自己，就已经遇见你。